成你的心愿，让你顺利的坐上主席的位置。也收到了黑市的影像，马上把车子拿去香树的车行做彻底检查。我车上听的节目有可能是经过篡改的。老管家应该很快就会赶来公司，无论如何拦住他。放开我！开门！求求你们开门！陆董，好像就只剩下你最后一张票了。何少光，何少强，何少光，何少强，何少强。何少光，何少光，何少强，怎么这样？4-4，还是没有结果。看来我们要等到主席醒过来之后，我们才能够确认谁是下一位主席人选了。我看也只能这样了。那媒体那边怎么办？放心吧，交给我。谢谢各位抽空出席今天的董事会。医院那边要是有什么事情，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谢谢各位。从什么时候坦诚是毁灭的入口？打开潜在黑暗中的躁动，拥抱是不是就可以弥补一切漏洞？我不懂从什么时候简单是复杂的承诺。假如世界没有对或错，挣扎是否会不同？假想是否还会痛？不愿被命运操控。每分每秒，爱被疑惑删掉，我们的永恒还剩多少？别以为谎言会减轻我所受的伤。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我的奢望，我就是那么傻。像你说的，如果要重来，你可会用错误的方法，再爱得完美无瑕？每分每秒，爱被疑惑删掉，我们的永恒还剩多少？别以为谎言会减轻我所受的伤，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我的奢望，我就是那么傻，爱上你说的繁华。陆董，你把票投了给他，为什么？这么多董事里面，你做事最公正，你真的认为他会比我适合当主席吗？你背地里做了这么多卑鄙的事情，还敢来质问我，你都不觉得可耻了？我呀，差一点就中了你的计，还好在关键时刻收到了管家的简讯。
老陆再不投的话，就只能当着你弃权了。哎，我说你啊，为了当主席，可以不惜用一些肮脏的手段来抹黑自己的亲兄弟，还要我把票投给你，这怎么可能？其实我是不介意把主席的位置让给你的，但是你总是喜欢搞一些不入流的小动作。陆董，真是不好意思啊，让您见笑了。我们走吧。你不是说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确实布下了天罗地网，照理来说，老管家不可能联络得上陆董。我明明成功把简讯拦截下来，为什么陆董还收得到？难道是我大意，疏忽了什么？搞什么鬼啊？不是让你拦住管家吗？我家停车场被人偷袭了。没事吧？没事，不过让管家给逃走了。偷袭你的人是谁？我不知道，他从后面把我打晕，我没看到。肯定是何少强派来的，他的手法向来低级粗糙，真的很不甘心输给他这种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化解我们的操控手法，并且在最后一刻精准反击，他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会是谁？能有这种能耐的，只有一个人。圣诞老人。他不是你的恩师吗？为什么要跟你作对？还是何少强给了他很多酬劳？金钱绝对不是他的动机。那他的动机是什么？陆董支持何少强，他会有什么好处？我跟阿猫捉老鼠的游戏还没有结束，陆董只是我们博弈中的一颗棋子而已。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现在的情势对我们很不利，只要主席一醒来，就没有转弯的余地。没错，关键就在主席身上。Boss， 你该不会是要让他永远都醒不过来吧？爸，你能不能够快点醒过来啊？你知不知道，我如果要打赢这场仗，就全靠你了。老板，我已经联络上美国的脑科专家，他也答应过来了，预计后天就能到。马上派专机把他接过来，我要他尽快过来，不管对方开出什么条件，我们都满足他。不管花多少钱，我都要这个老头子尽快醒过来，听到没有？是，我知道该怎么做。马太，哎，你们凭什么阻止我？里面躺着那个是我爸，叫你们搬出来接我，快！哦，哈哈，哇，原来是你呀！哎呀，我还以为是哪条疯狗在这医院里大吼大叫呢。哎，来，原来是你啊！找我说一句就得了呗，我一定会抽空来陪陪你的。我告诉你，你没有权阻止我见爸，少在我面前装孝子。你明明知道老爸这一票是投给我的，你巴不得他永远都醒不过来吧？你说什么？我说错了吗？我要真的是让你进去，谁知道你会被把他的管子给拔掉？这个人渣！冷静点啊！躺在病床那个是我爸，我想进去见他。硬碰一次没有用的，让我来处理。你怎么处理？相信我。走，就这样啊？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招数呢。麻烦你
转告你背后的高人，不到最后一刻也不知道鹿死谁手。什么高人？你胡说什么？笑个屁！什么东西？刚才你为什么阻止我？如果你打人被抓起来，最开心的人是谁啊？他是故意激怒你的，一旦动手，你就中计了。难道见自己的父亲也有错吗？他根本就没有权利阻止我。不行，我要报警。报警？然后呢？媒体是不会放过这么精彩的头条的。你嫌你们公司的股价还不够动荡？那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样？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什么办法？让主席永远醒不过来。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主席醒来，你就输了。你甘心把主席的位置让给那个想要害死你的大哥吗？你口中的主席，他是我爸。你要我找人去害他，那我跟何少强那个混蛋还有什么差别？所以你宁愿放弃主席的位置？我就算变得一无所有，我也绝对不会做出伤害我爸的事。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哥，抱歉打扰你享用美食，有人找你。谁啊？你的好伙伴恩哲和小峰。让他们进来吧，你先休息。还不走？快走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闲情逸致吃东西？哼，喝酒也不叫我，真不够兄弟。小峰，你闭嘴！我是个火药。你们认真点好不好？我追踪圣诞老人追了一整晚，在骇客的世界里，反走过被留下痕迹，他却有能力把自己的电子踪迹清除得一干二净。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还能做什么。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用做，只要等。他会自动送上门的。怎么可能？哥，圣诞老人来敲门喽，约你在老地方见。说曹操，曹操就到。拜拜，我去抓老鼠了。喂。你应该有很多问题想问我吧？我还以为有疑问的人是你。你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这一次出手，肯定掌握了这一场博弈的全貌，算计好接下来的每一步。但你肯定很好奇，我为什么现在还那么有信心？我的确很好奇，我还想，你还可以为我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不过，在那之前，难道你不想知道我是用什么方法来操控陆董的这颗棋？老管家，答对了。
他无亲无故，无欲无求，对陆董更是忠心耿耿。这种人不可能被金钱美色所贿赂。你到底用什么方法收买他？要控制一个人的行动，不一定要收买他。你为什么会走这一步？你以为是你自己做的决定，殊不知是你踏进了我的局，按照我的计划做。老管家也一样。那位老先生性格严谨，做事有条不紊。他习惯把所有跟富恒集团相关的新闻都做成简报，几十年来不曾间断过。于是，我找了人假装成冷气工人，偷走了他的解报簿。以他执着的个性，发现簿子不见了，肯定会想办法把资料找回来。所以，如果他找出12月5号的同一份报纸，就会发现里面根本没有何少强的负面新闻。当他发现这个疑点之后，老管家肯定会向陆董报道。陆董是个聪明人，他自然的就会联想到那份财经新闻是被动了手脚。那电台的广播呢？我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切入车子的广播频道，让节目受到干扰，借此提醒陆董财经节目有问题。我还有最后一个疑问：为什么你选在最后一刻才动手？我以前有教过你，任何计划要发挥最大的效用，下手的时机是最关键的。我在投票那天早上出手，等你察觉时，已经没有反扑的机会了。但同样的，万一计划中任何一环出了问题，你也没有可以补救的余地。你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既然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怎么可能失败呢？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陆董在最后的关头收到的那则简讯，根本不是老管家发给他的。你所有的疑问，我都帮你解答了。现在轮到我问你，你还有什么胜算？当你以为我陷入你的局，而洋洋得意时，或许真正的战场根本不在这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这场游戏越来越有意思了。我很期待下一回跟你交手。等到我抓到你之后，你一定要履行诺言，告诉我爸妈意外的真相。一言为定。在你身边帮你的2个人，都是很出色的精英，你很相信他们。他们是我的伙伴。你忘了当年我把你从钓鱼部的伺服器救出来的时候，和你说了什么？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的话。你到底想说什么？董事会的那一天，你所谓的伙伴没有被人偷袭。
你真的出卖我？一个人，能不能请我喝一杯？可以啊。不帮人家倒吗？等一下，要不要去我家里看电影？对不起，我不是来这里交朋友的。态度有需要这么差吗？我是女生哎。所以呢？你去找那些人吧，他们当中应该有人愿意跟你回家。我是看你一个人喝酒无聊，才好心过来跟你交个朋友。你以为自己是谁啊？没见过像你这么没有风度的人。是吗？那就请你离开吧。我对自动送上门的女人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今天怎么了？脸比关公还要黑。那个英雄救美的帅哥啦，小老板刚才去医院探病，没想到人家早就出院了。哇，不告而别啊，这么绝情。他那天呢，还自信满满，说什么只要是男人都躲不过我的魅力，结果人家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Excuse me， 你们说话可以大声一点吗？我听不清楚哎。小老板，我们替你感到不值吗？他又不是没有你的电话号码，出院就应该说一声啊，就不会害你白跑一趟了。对啊，小老板，比他优秀的男人多的是，他没把你放在心上，是他没有眼光，你不要太在意啊。谁说我在意了？他算能跟葱，要不是你们提起，我早就把他给忘了。还记得我吗？志平的朋友。小老板，谁传简讯给你啊？该不会是那个大帅哥吧？少骗人！看你那小鹿扑通扑通乱撞的样子，一定是他。哎，志平有事匆匆忙忙出院了，没来得及跟你说，他很内疚，想要请你吃饭赔罪，可是又不敢联络你，所以我帮他约你。你什么时候有空？还不赶快回答！急什么？没空 ，sense。你干嘛？你不想再见到他吗？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像我这种 IQ 158的想法完全跟你们不同。这一招就叫欲擒故纵。如果这个大帅哥就这样子放弃了，你的欲擒故纵不就变成后悔莫及吗？不可能。他那天看着我的时候，就好像小粉丝看着女神一样，他不可能这么容易就放弃的。所以，我要让他尝尝什么是被人忽略的滋味。看吧，看清楚了吗？他真的很想见到你，想要亲口跟你道歉，时间地点由你定，他一定会准时出现。
把嘴巴关起来。我考虑一下。Thanks。呼呼。 So why is his condition not improving? When is he going to regain consciousness? His condition is stable for now, but there's still no telling when exactly he will be able to regain consciousness. But please, rest assured, I'll try my best. I didn't hire you all the way from America so that you can spout all this rubbish to me. You listen to me clearly. Your job is to make sure that he wakes up quickly. I don't care whether he can tolerate whatever kind of medication, and tha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This might endanger his life. So? He's already so old. Anyway. Mr. Ho? Mr. Ho, can you hear me? 爸，你终于醒了。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爸，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是不是跟公司有关系的？ 很累，我很累。哎，爸，你千万不要睡，你不能再睡了，爸，爸。He just woke up and needs more rest. I also need to do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n him, so please wait outside for now. 准备召开董事会，通知所有的董事，主席已经恢复意识。还有，如果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不准让任何人接近主席。董事都到齐了，见到主席了吗？病房外至少有4个我哥的人在守着。别说我了，就连护士要进去，还得经过他们的允许。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这段时间，谢谢你的帮忙。你打算就这样放弃了吗？要不要放弃，也由不得我决定。我爸也是我创办的富豪，这是他毕生的心血。既然他希望由我哥来继承，我应该尊重他的意愿。走吧，就算输，我要抬头挺胸的输。主席，哎，坐吧，坐吧。 今天召集各位来，就是为了要让主席投下最关键的一票，选出下一任主席，让公司的行政恢复正常。主席，请。抱歉，由于我个人身体的因素，造成在座各位的不便。事不宜迟，请主席您告诉我们你心目中的人选吧。 我这一票投给邵广。啊，你是不是还没有清醒啊？你是不是搞错了？你怎么投给他呢？我才是少强啊，爸！你太令我失望了。 一定是你！你让爸吃了什么？为什么爸投你？为什么他不投我？你知道我为公司做了多少吗？你知道吗？
我一定要把你杀了！我走开！我爸，你没事吧？谢谢你的帮忙，希望父王以后跟你还有合作的机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案子真正的委托人是何主席。传说没有 Zero 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只跟当事人谈。有件事想请你帮忙。前几天，我小儿子在瑞士发生严重意外，几乎丧命。我需要知道真相。你认为这不是一场意外？这问题的答案就由你来告诉我。这里面有我大儿子的详细资料。你怀疑意外是他主导的？我身体不中用了，主席这位置做不了多久。继承的人选就只有他们兄弟俩。我当然希望这是我多想的。万一我的猜测是对的话，请你协助我小儿子坐上主席的位置，你有把握吗？我从来没有失手过。难怪那天你主动来医院找我。我安排了这一切，让你感到很意外吧？你是不是不明白，这10多年来我一直偏袒着你大哥，为什么到最后还是选择了你？你啊，从小个性随遇而安，从来不争不闹。你大哥呢，却相反，得失心重又好胜。哼，对你冷淡啊，是对你最好的保护。没有想到，到最后终究还是出手了。啊，傻瓜，以后公司就靠你了。你放心吧，爸，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我这个要求或许对你很不公平，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答应我。爸，要我忘记哥对我做过的事，可能我一辈子也办不到。但是我现在不恨他，也不会忘记他是我的亲人。这一点，你不用担心。你能够送我回医院吗？当然可以，何主席。还有事情放心不下。你说，我走了，他们兄弟俩会怎么样呢？少强我不敢说，希望他可以早点反省。但少光，他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什么办法？让主席永远醒不过来。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主席醒来，你就输了。你甘心把主席的位置让给那个想要害死你的大哥吗？你口中的主席，他是我爸，你要我找人去害他，那我跟何少强那个混蛋还有什么差别？我就算变得一无所有，我也绝对不会做出杀我爸的事。
你还有脸在我面前出现？你不要得意的太早。我告诉你，像你这种用肮脏手段得回来的东西，我会要你加倍奉还。你听到了没有？肮脏手段，你是指你收买滑雪教练的那件事吗？我手上已经掌握你们交易的证据，足以控告你教唆杀人。你在威胁我？我不怕。我不像你，为了利益可以不顾兄弟情。你说过的，只要以后你安分守己，我可以保证你的生活不愁吃穿，也不会把证据交给警方。你当我是乞丐？哥儿，继续做无谓的争斗，对你、对我、对公司一点好处都没有。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证据就会马上交到警方手上。你去死吧！任务成功。哇塞！你上辈子没吃过披萨？我为了这次任务到处奔波，还有莫名其妙被打昏，又没得 claim 工伤，当然要多吃一点补回来。Boss， 庆功宴请我们吃披萨，会不会有点太寒酸啊？哇 ，Give me five， 难得意见一致。Boss，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吝啬？喂，他是故意忽视我们吗？哎。 Boss， 你发奖金给我们呢？刚才说什么？寒酸、吝啬是吧？谁这么不懂感恩？像你这样豪爽的老板，有心帮你打工，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Boss， 你等一下有没有空？我想请你吃大餐。啊？他发奖金给你，你用奖金请他吃饭，那不等于他请自己吃饭？要你管。也对。 你嫌钱多，我也没有理由阻止你。听者有份，我也要去。啊，要去哪里吃好呢？哎，Yes， 干嘛？有美女约，不跟你们去了，下次再让你请。Enjoy， 拜拜。 你想吃什么？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只想好好睡一觉。谢谢 ，Thank you。嗨，嗨，志平呢？哦，他临时要开会不能来，要我带他跟你赔罪。这么没诚意，干脆不要来道歉算了。道歉这种事，最重要是心意，有谁来做都一样啊。要吃点小吃吗？不吃了。
你想不想知道志平的秘密？什么秘密？他其实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怎么说？他其实……在说我吗？他其实是不善言辞的大好人。不是说要开会没空来吗？会议取消了。你呢？不是也要开会吗？该不会是那么巧也取消了吧？怎么可能取消？幸好你提醒我，不然我也忘了。那我先走了，你们慢慢聊啊，拜拜。不是说要道歉吗？怎么一点表示也没有？对不起。就这样。你还想我怎么样？这样吧，今晚我喝多少，你就陪我喝多少。怎么啦？是不是没有诚意跟我道歉啊？来，干杯！来来来，让我这个恋爱达人过2招给你。好啊 ，OK。男人这物种啊，就像变色龙一样，很会伪装的。你看看那些什么变态连环杀手啊，身边的人说什么，平常就是个好好先生，完全没问题的。所以今晚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大帅哥给灌醉，让他酒后吐真言，露出真面目。本姑娘的酒量是用加仑来算的，哼！这次你还不露出真面目来？来，我陪你喝。酒量不好还死车。随风飘落，他的眼里从没有